大家好，这里是包袱慢慢游。国家大事为祀与戎，戎是指军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祀呢，指的是祭祀，是古人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大事。它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祖先的一种纪念。而坛和庙就是敬祀自然和敬重先人的活动场所。有祭台而不建祭祀房屋的称为坛，建祭祀房屋而进行敬神活动的就称为庙。进入文明阶段后呢，对自然现象的祭祀多在坛上举行，而祭祖活动呢都在庙中。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山川神农的重要场所，也是皇家最早在北京南城设立的仅有的一座皇家禁院。所以呢，在明朝初建时，它被称为山川坛，后来才慢慢改名为先农坛。中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父系氏族社会，部落首领每年都要举行耕种示范仪式，向氏族成员传授耕作经验。祭祀先农和亲耕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周朝，每年农历3月都要举行象征性或礼仪性的耕秸礼。那什么叫耕秸礼呢？就是每年于春耕之前，皇帝亲自在瘠田内进行亲耕礼，也就是亲自扶犁耕田。同时呢，随着祭祀典礼的开展，一些与祭祀相关的建筑逐渐出现。到了明朝太祖皇帝下令在南京城修建了山川坛，并首次确定瘠田的面积为1亩3分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1亩3分地的来由。而北京的先农坛呢，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仿照南京旧制所建。雍正帝祭先农坛图，这是一幅描绘雍正帝在先农坛祭祀农神活动的纪实性绘画作品，此为上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下卷呢，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失散，现藏于法国巴黎的集美博物馆。画卷右侧的大殿呢是拜殿，它旁边是焚波炉，大家看视频里就知道它的位置。百度百科上说这座殿是巨福殿，包袱觉得这个说法应该不对，理由在哪呢？咱们看它的台阶，这个台阶建筑上的说法叫做踏垛，画中的殿是正面踏垛带两旁的垂手踏垛，而巨福殿则是单个垂带踏垛，所以这明显是拜殿。画面再向左出现了众多身着朝服的官员，几十名带刀侍卫围成半圆形，簇拥着缓缓前行的雍正皇帝。身穿黄袍的是乐队队员，一旁站着的还有御史和礼部官员。御道拐弯通向一处高台，台上安置桌案香炉，黄色帐篷里设供案，上置祭器，和先农坛陈设图中的布置基本一致，所以说画上的细节还是非常考究的。祭坛上的人物角色大家可以对应位次图来看，包袱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们再来看现藏于法国巴黎的集美博物馆的下卷，这幅图上的殿是巨福殿没错，它是单个垂带踏垛，南面呢则是观耕台。来看看细节图，其他的牛都是棕色的，四哥的牛呢是黄色，用意就不用多说了吧。再看四哥犁地，两个人在前面牵牛，两个人帮着扶犁，后面还有跟着拿粮食种子的。再看他小手扶犁的姿势，这完完全全不是干农活的样子啊。当然这是戏言，因为这个耕秸礼本来就是一种礼仪上的昭示重农轻农，农为邦本。皇帝亲耕是行三推礼的，这和走不走过场，敬不敬业不挨边，礼制如此。先农坛的内坛一共包括4组建筑群和2座坛台，分别是太岁殿拜殿群、神厨神库群、神仓祭器库群、巨福殿、
先农神坛和关根台。外坛呢，原来包括庆成宫建筑群和由天神地奇两坛组成的神奇坛。天神地奇两坛已不存，原来的地方早已变成市政道路，所以现在的先农坛仅剩内坛和东侧相邻的庆成宫建筑群是一个长方形的区域。原来的外坛南部区域在明嘉庆时曾增建过2座神奇坛，东边的那座叫天神坛，坐北朝南，坛台北面供奉着风云雷雨之神的4座青白石雕神龛，西边的那座叫地奇坛，坐南朝北，坛台的东南西3面清代时供奉着4海、5镇、5岳、5山、4渎、天下名山、天下大川、金鸡名山、金鸡大川之神，共9座青白石雕神龛。不过在明代时供奉的神龛数量不是9座，而是7座，摆放的位置也与清代不同。在时代和城市的巨变中，当年的先农坛整个外坛区域，其中的大部分呢早已是道路和街区。随着外坛的消失，天神坛和地奇坛也灰飞烟灭了，留存下来的尚留有当年这2座神坛印记的，也只有地奇坛的那9座青白石雕神龛了。这9座神龛被移到了内坛中靠近先农神坛东南侧的位置上，依据原来的方向和次位的摆放，在中间空地上画出坛台位置，种上了低矮灌木，模拟出一个当年的地奇坛。9座神龛被从原来的地奇坛移到了今日所在的位置。咱们回到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中，西北侧就是皇帝用来祭祀先农的先农神坛坛台。先农坛是一座皇家坛庙，除每年祭祀外，闲人免进，所以这里呢，数百年间古肃参天，人迹罕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昌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里已是一片狼藉。民国以后，先农坛归属于内务部，但是由于经费拮据，便将先农坛的外墙拆除，古树土地标卖。北京开设中央公园后，南城百姓颇有微词，觉得南城也应该有个公园。于是呢，1915年，北京南城的第1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其后又将外坛北部和内坛合并成为城南公园，并且招商、开茶社、饭馆等。1919年呢，先农坛内还建起了2座新建筑，一座是以关根台为底座，上建8角2层的关根亭，门窗都安装着彩色玻璃；另一座呢是纯欧式的3层钟塔，俗称四面钟。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曾是轰动一时的城南游艺园。1918年，广东人彭秀康效仿南城的新世界，租用先农坛的原地，开办了城南游艺园。作为当时的综合娱乐场所，城南游艺园可谓应有尽有，不仅有京剧、文明戏、电影、杂耍等演出表演，还有台球、保龄球等游戏。可惜这个好景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城南游艺园建设仓促，质量堪忧，出了几次演出事故，不得不关停，自此伤了元气。1928年，民国政府迁都后，这里越发萧条，不久后就关闭了。最不堪的时候呢，这里还一度成为了屠宰场。在许地山的笔下，先农坛由盛转衰，古柏依旧，茶座全空，大兵们住在大殿里，很好看的门窗都被拆作柴火烧了。先农坛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里有着堪称稀世珍宝的北京隆福寺藻井。这个宝物咱们留到讲隆福寺的那期再说。除了这座藻井呢，更有一些常设展览，比如先农坛史料图片展和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简史。展览通过照片、实物
模型，形象地介绍了中国古建筑技术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独到的美学价值，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的建筑技艺。当年这座气势恢宏的皇家祭坛，如今呢，除了不到1/6的面积被保护了起来，成为了博物馆，其他大部分都已拆除或另作他用。而这座原建筑周围的各道坛门、宫门，虽然大部分得以保留，但却被各式各样的机关单位所占用，从而使原本完整的先农坛被一块块分割开来。而这些坛门、宫门也给人一种散落民间的感觉，而包括内坛的神仓、祭器库和外坛的整个庆成宫建筑群则闭门谢客，这些地方长期被一些单位和居民占用。2018年初时，政府说要大规模的腾退、搬迁和实施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直到去年4月份，西城区才给出腾挪方案。包法也希望早日修缮，能够尽快对外开放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希望我的視頻知道2024年啊。